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我們趕快來聚焦中國版的艾斯摩爾，現在正式的殺出來了嗎 ？DUV 我們昨天提到了首批量產之外，還包括了大陸的亮相的 EUV 的原型機，還包括了奈米壓印3路另闢戰場。美國7年的晶片封鎖，反而逼出了中國大陸半導體曼哈頓計劃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做一個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陳立偉、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之前，記得幫我們的節目按讚。那麼再次提醒觀眾朋友，我們的會員頻道主要呢，你要找到的話是在環球大戰線的頻道，按下加入就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哦。那麼今天一樣的，希望跟我互動，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來做回復，也幫我們節目按讚。今天呢，火線話題3個，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看到第一個，中國大陸的首批浸潤式的 DUV 即將量產了。但是呢，我們以數量來說，今年是5台嘛，那後年會是20台左右。距離艾斯摩爾現在全世界現在大約是4000台的話，看起來數量上有差距。而艾斯摩爾現在也往 EUV 2奈米的方向去做發展了。中國跟荷蘭之間現在是在追趕嗎？還是其實大陸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它正在另闢新的戰場跟賽道呢？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是，其實美國現在很憂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大陸不只是生產 DUV 而已，而且這個 DUV 需要用到80萬個以上的這些零組件。如果大陸未來都可以補齊這些自產自建零組件的話，包括光學材料啊，或者是 EDA 設備鏈的話，是不是等於是大陸打造了第2套的半導體帝國，再也不需要其他的相關供應鏈了，包括來自於全球的供應鏈，像是美國等等，這個是美國另外最憂心的事情了。第3件事情，我們來看美國7年的科技封鎖，原本想掐死大陸的晶片發展，結果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在晶片領域可以說現在是叫做3箭齊發。今天會來看到的，包括了 DUV 的發展，還有大陸的 EUV， 甚至是奈米壓印，是完全不需要用到任何光刻機技術的這個奈米壓印，如何走出自己新的一條科技道路？今天就這些議題會有深度的剖析。好，中國大陸的半導體自主化最新消息，昨天我們也特別提到了，它現在開始進入到了量產階段。當中備受關注的其實是這家企業，僅成立3年，叫做艾勝納。它其實呢相當的低調，到現在沒有什麼聲音哦。傳出今年首批量產5台的 DUV， 後年就會有達到20台。那麼預計呢會在這些晶圓廠來做測試，包括了中芯、華虹跟長興等等。再來，我們要做關鍵的這個一個剖析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陸的國產 DUV， 現在大家關心的是到底是哪一種 DUV 呢？跟艾斯摩爾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不同呢？那麼現在普遍研究，它是屬於193奈米浸潤式 DUV 的曝光機哦，代表說中國大陸已經進入到28奈米、14奈米，甚至是搭配多重曝光這樣的技術，可以挑戰先進製程7奈米的一個門檻了。但是我們現在也要來跟艾斯摩爾做比較，到底是另闢戰場，還是他也在追趕艾斯摩爾呢？以數量上來講，剛剛講了嘛，後年是20台。艾斯摩爾目前呢，全球累計出貨4000台。如果只是單比中國大陸現在這一款浸潤式的 DUV 的話，它的出貨1600台，市占率還是遠遠的高於90%。更不要說艾斯摩爾現在的主力也往 EUV High-NA EUV 這一款方向去做發展，可以支援2奈米的製程。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大陸現在的這些新的技術，到底是不是另闢，完全是屬於中國自己的一條科技自主道路呢？委員怎麼看？對，我首先要講的是說，光刻機的技術本來就很難哦。那麼光刻機的技術，它其實是有好多零組件組在一起的。那麼大家聽到我們節目講過這麼多次，就知道說光刻機除了你要會發出這個紫外光，不管是這個極紫外光，或者是這個接下來你還要有這個鏡片做反射哦，那麼做折射啊，然後你還要有一些这個相關的這些化學藥品哦。那麼這些東西當然它就形成了一個某種程度就形成了一個技術的壁壘哦。那麼我覺得你說中國大陸在過去這些年，因為受到了美國跟西方的科技圍堵跟封鎖，那麼當然整個中國開始急起直追哦。但是
在急起直追的過程當中，你說我們要一夕之間可以跨過這麼大的一個這個技術壁壘，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坦白講，在過去這1-2年哦，已經有非常多重大的突破了。那麼光剛才這個思敏跟大家講到的，我們看到上海的這家公司，其實接着包含我們可能也會講到在深圳的這一家新凱萊，他們分別做的是浸潤式的 DUV 跟 EUV。那麼其實這些都是國家隊哦，就是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這幾家公司背後的股權結構，它其實都集合了中國大陸最重要的這個科技發展的資金哦，甚至這個人才哦，包含像哈工大一些重要的這個背景的這些大學的人才，全面的集中在一起。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雖然是一家又一家的公司，但是其實它是一個國家隊哦。那麼這個國家隊現在正在急起直追。剛才思敏說我們到底落後多少？我大概查了一下資料啊，就以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浸潤式 DUV， 我們在技術指標上哦，大概我們以 DUV 對 DUV 哦，就浸潤式 DUV 這樣的一個這個位階上，我們大概落後了 ASML 10年。那麼如果你把 EUV 一起算上去的話，我們大概落後了它将近20年，就2代的这個差距。那麼，但是你說這2代的差距，在過去這幾年裡有沒有快速的縮短？當然有啊，在2-3年前你要是講這個的時候，人家可能跟你說中國大陸正好落後它30年到50年了。但是問題是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我們就把距離縮短了哦。那麼，而且我們現在看到的像這個像 EUV 的這個發展，它都已經克服了像极紫外光的產生模式，它跳過了原本的 LPP， 用了 LDP 的方式去產生，所以一步一步的我們正在往前邁進。那麼剛才我們在討論的問題是，中國大陸現在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呢？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分2個策略在做的。第一，它要先硬追，就雖然這個差距存在，可是我要努力的往前追。我硬追的原因是因為我要先保住我的生存啊。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比如說這個用重複曝光的方式來制造7奈米，其實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這個良率要很高，這個良率要達到很高很難吶。而且這個過程當中要經過一次一次的重複曝光，一點點些微的誤差都可能造成這一波的生產是全部無效的。所以用這個重複曝光生產7奈米哦，那這個成本非常的高。可對中國大陸來講，要先求有啊，所以0到1是最難的，那1再到2，那就是另外一個階段了。所以对中國大陸來講，現在很顯然的看得出來，他們現在做0到1，用國家隊的方式，不管在沉浸式 DUV 或者是 EUV 上開始急起直追。但同時，中國大陸它還用了另外一條路線，它用了非對稱的路線來超越這個來自於西方的科技封鎖。這就是我們過去在討論的東西，比如說華為的濤定律，最近華為最紅的叫做950節點。那麼華為的濤定律，它用了這個3D 堆疊的技術去繞過了晶片的這個幾何縮尾哦，就你用摩爾定律，我就用濤定律。那麼我繞過了你所有的這個專利，那麼我就走出自己的另外一條路。那麼最近華為推出來的叫做950超節點，他說我一個 AI 的運算晶片哦，抵不過你哦，可是我人多好辦事，我把幾千個 AI 晶片，我用超連結的方式把它連結在一起。晶片的連結的關鍵的困難不是說連了就可以解決的。大家知道為什麼要1片晶片跟1000片晶片的效率上有很大的差別？因為1000片晶片呢，你的傳遞的速度啊會造成延遲，你就不斷的在中間傳遞，這個就是一個延遲。所以它的950超節點能夠做到的是，它快速的用這個光來做這個超連結的方式，它可以把延遲的時間縮短。所以呢，950超節點這一項技術，連 DeepSeek 的梁文峰都說，它已經可以對標美國的NVIDIA 的 GB200 跟 GB300 了，雖然價格比較高，但是我們做得到哦。像這個就是我剛才講，它用非對稱的方式來繞過了這個封鎖。是，然後呢，包含我們現在看到的像 DeepSeek， 像最近最紅的 Kimi K3，他們靠什麼？他們靠算法。他們靠算法去突破了來自於西方的這個晶片封鎖，所以 DeepSeek 需要很少的算力，它就可以完成訓練，接着做推理。那 Kimi K3 現在更狠哦。那麼 Kimi K3 這一波推出來的時候，它這個為了要取信全世界，它完全是從它的權重的參數到這個基礎的這個結構，它全部的技術通通都公開了，所以大家就發現說，它事實上在做這個非對稱的超越過程當中，在算法改進當中，它其實已經做了更多的突破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現在在走的是在原本的道路上盡一切的力量在往前追趕，而現在已經有很好的成果了。但是他們並不僅止於此。因為在這條道路上，在追趕的過程當中，當然你還是會面臨到這個一重又一重的阻礙。我剛才講到了，
最近美國要用 Match 法案來這個封鎖中國大陸，連 DUV 的零件它都不給你了，連維修都不做了。所以中國大陸它另外一方面，它做這個走進另外一條賽道它在硬體上，在發展的理論上，在這個模型的算力上，它做了各式各樣的非對稱的這個突破的模式，就是為了希望能夠在面對西方的科技封鎖的時候，能夠用這個架構的系統也好，或者是能夠用這個算法的改進也好，來突破來自於西方的壓力。好，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一系列要做這個先進製程的晶片，有2種大項目，一個就是走這個光刻機傳統的路線，另外剛剛委員特別幫我們提到的一系列這種非對稱，開啟另外一個新的賽道。那其實呢，美國要擔心的除了是中國大陸雙管齊下之外，我們也看到，我們光是講光刻機剛剛講的這一塊好了，美國現在也擔心了，說，如果說未來的光刻機中國自產化之外，還有相關的零組件也全部國產化，那會不會完全就是走中國版本了？完全不需要其他的公司來提供相關的零組件，也就是一台光刻機需要的80萬個零組件。那這當中涵蓋的廠商包括了這些高功率雷射光源、蔡司啊。超精密平台、真空系統、光照設備 EDA， 也就是美國最近封鎖的 EDA 這一些軟體上千家的零組件供應鏈，會不會中國大陸未來全部都自己做發展，再也不需要美國，完全走出自己的一條路？苑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阿斯麥的一個 CEO 他講得非常好啊。如果你不賣光刻機給中國大陸的話，那麼這個是他生存的問題，所以他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他走自己的道路的話呢，原則上來講的話呢，有2種方式嘛。你剛才講的非常清楚，一個就是按照阿斯麥的這個光刻機方式一點一點來，你剛剛講到139奈米啊什麼的，一段一段來。那另外的話呢，就是說是這個彎道超車了啊，就是華為搞出自己的這個不是按照這個原有的這種方式來，就自己做自己的這個定律啊，這個發展。我聽了以後非常感動啊！我覺得這真是陷入了中國科技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時刻因為我在台大是教科學哲學的，我了解科學有2項本質啊。然後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呢，科學本身呢，大家要了解，它對我們的生活的改善是有實際的效果啊。那你們達到這個效果的話呢，那麼就是真正的改善。科技就是為了出現這個效果。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呢，人對於自然的了解就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說呢，就是說前面一者的話呢，就是說我們要能夠達到，現在這個數字非常好，就是說好說話了，就是比這個7奈米啊、5奈米啊、3奈米、2奈米啊，就覺得誰比較高精尖。那麼另外一個是強調那個方式的話呢，就是要做出自己的什麼華為的濤定律啊，或者說做彎道超車的情況。那麼我覺得剛剛聽到講說插這個 DUV 浸潤式的這個光刻機就10年，插這個極端的這個光刻機的話，就插10+10等於20。我鼓勵一下哈，我跟這個大千，我們都是希望中國的科技能夠發展到。我認為的話呢，這個10年當中3到5年的變數非常大啊。新凱萊的部分的話呢然後這個什麼這個其他的做光刻機的話呢，有幾個重要的因素了哈。那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這個是你非努力發展不可的，否則你不可能沒有新變，你知道嗎？而且成熟製程的話呢，這個其實講起來就簡直就是國本的問題，這個不是國防的問題。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國家一定會想辦法鼓勵你、支持你，要找所有的人才，只要有辦法就是科產。然後第3點的話呢，我必須要強調，這是最後一關了，因為我們都知道光刻機是整個工藝世界中的桂冠啊，就是說這個是皇冠上面的一個大寶石啊。你要是突破的話，我告訴你，只要中國一突破啊，馬上變成白菜價，阿斯麥爾就不要做生意了。所以換言之的話，如果說我們有機會一點，10年內吧，給他10年的時間的話，阿斯麥爾大概10年內就要準備清算了，要倒閉了。這個因為我們對中國人的這個生存頭腦以及能力是有信心的。對，而且其實坦白講，我覺得大概還不需要10年了，對 ASML 就已經形成壓力了。光是最近的這一個新聞嘛，我們看到的上海這家公司，它今年生產了5台，然後接下來馬上要交20台。其實光這個新聞出來 ，ASML 股價就跌了將近10%。對，所以這對 ASML 來說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就像我剛才講的，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10年對 DUV，20年的 EUV，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去年在講的時候可能是更久了。短短的1年的之間就已經縮短了這麼多了，所以就像剛才苑老師講的嘛，到明年我們在講的時候，可能不是10年、20年，可能已經是3年、5年了。那麼，所以我覺得這個急起直追是可以預期到未來一定會有很好成果的，你非追不可了。是好，所以綜合2位老師也特別提到了嘛，因為現在中國大陸等於是請國家之力要來全力投入在
晶片半導體這個領域的發展。所以我們也看到，確實現在是多路齊發，除了 DUV 之外，還有包括了 EUV， 現在也要做原型機曝光。那政府更是投入了400億美元，而且跟艾斯摩爾走完全不一樣的路，就是在光源上，它是採 LDP， 那艾斯摩爾是 LPP， 這個先前我們提過不一樣的路。再來，中國大陸有奈米壓印直接把奈米圖形壓在晶圓上面，那大幅降低大概90%的成本。如果跟艾斯摩爾来做比較的話，等於說大陸有了完全自己不一樣的路。幹哥怎麼看？好，剛剛大千講的啊，應該是就是普林科技，普林科技它幫力測科技生產了一台，那叫什麼奈米壓印機？什麼叫奈米壓印機？就是說傳統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要靠 EUV 跟 DUV， 對不對啊？但是這一次呢，普林科技他說我繞開了 DUV。然後呢，採取奈米壓印技術，它這個樣是什麼樣的一個技術？它就是說我這個原理上就是說你是要投射光線啊，但是它現在不用投射光線了，它直接壓印，把電路圖就刻在那個模板上面，然後呢，像蓋章一樣壓到晶片上面。但是你會想說，圖案這樣就能夠完成嗎？對，講都是一個原理，聽起來是可行的。可是裡面要付出多少心血跟代價，以及容錯率，以及不斷的測試，所以說這裡面它就牽涉到說，如果有1個奈米的錯誤的話，你整個晶片就報銷了。然而力測科技這次在用這個東西的時候，這個晶片沒有報銷，代表什麼？代表這是叫做所謂的彎道超車啊，就是說我繞開，你必須還是要屈服於 DUV 跟 EUV 這些曝光機的技術底下，你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的確，就是說中國的科技，它的偏差，它現在做到在2奈米以內，不需要 DUV 的複雜光學系統，可以支援小於10奈米的那種，就說線寬的加工。是像這個工程，我說一句實在話啊，我坦白講一句，這不是國家隊來幫忙的話，你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不過也的確像大千所講的，他現在的問題還是出在於說，可能光子晶片是做得出來，但是在邏輯晶片上面恐怕還做不到。所以在這個先進的邏輯晶片裡面，它這個還是不如那個一般的曝光機。那每層的對準啊，上層啊，你要對準，就是說下一層要对準上一層，每一層要層層環環相扣，不然的話它很容易就會出問題。可是它的單片的成本是原來 DUV 或 EUV 做出來的1/10，就像剛才苑老師講的，對，一旦成功，它就是白菜價了。你以為白菜價不會發生嗎？會的。3到5年之內，我覺得中國的科技不是光是白菜價這個問題，而是它在繞開 DUV 的技術之後，它一定會想出更多在腦力激盪上面，你會發現。在就說這種高階晶片上面，他會想出更多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哦，就是這樣，因為我們被美國科技封鎖了，所以我們沒有路可以走了，所以我們就堵住了，所以我們就用我們自己的方式來解決。我覺得會找到更多解決的道路，而且很快就會看得到成果的。我做一個補充啊，就是說。就像剛才這個幹哥講的嘛，現在我們看到的晶片奈米壓印，它是可以做光子晶片。對，那邏輯晶片還有一點距離。各位知道光子晶片跟邏輯晶片的差別在哪裡？邏輯晶片就是我們現在常常在講的，就是 CPU 跟 GPU 哦，就是大家現在最常用的。邏輯晶片跟光子晶片的差別在於，邏輯晶片是用電子在傳遞的。那麼光子晶片是用光來傳遞的，所以其實這是另外一條路哦。就是也許現階段它還沒有辦法做到用這個壓印做出來像邏輯晶片用電子傳遞的這個相關的路線，可是光子傳遞未來恐怕是另外一個趨勢哦，因為光子傳遞可能會比電子傳遞更快更穩哦。所以我覺得其實像奈米這個壓印的這個技術哦，如果持續的走光子晶片這條路下去，恐怕也可以走出另外一條康莊大道。好，謝謝孫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